据报道，欧盟已决定派出几位官员赴华进行更多谈判，争取找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法国部长被曝即将访华，就中方对白兰地等行业展开新调查等相关事宜进行讨论。法国在欧委会对华电动车关税投票中投下赞成票，现在派部长来华，要与中方谈什么？来看看报道。 据报道，欧盟已决定派遣官员赴华举行更多会谈，旨在找到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替代方案。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官员赴华，表明双方的谈判出现了一些势头，但替代方案的讨论仍然很复杂，方案仍在敲定的过程中，欧盟需要与中方进行协调。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石小丽对深圳卫视分析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年10月份，欧盟对华发起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后，中方呼吁通过对话磋商解决贸易争端，但欧方回应并不积极。直到今年6月，欧方发布初步裁决披露文件后，才启动与中方的正式磋商程序。而且，欧方一边磋商一边仍在调查，拖延的意图较为明显。 不过，中方也做好了在仲裁结果生效之前无法达成妥协方案的准备，因为过去中欧也有过在仲裁结果生效后才达成价格承诺方案的先例。而且这次在欧方仲裁结果生效之前几天，中欧主管贸易的高官进行了视频通话，相信也通报了相关情况。也是在那通电话中，双方同意启动下一阶段技术磋商。谈判的范围呢，实际上已经限定在进行价格承诺方面的这样一些磋商了。 也就是说呢，由这个出口商中国的出口商与这个欧委会就出口价格的一个合理的水平问题进行谈判，那么避免呢中国的电动汽车低价出口，那么给欧盟的同类产业造成损害或者是损害威胁。欧盟呢将派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进行价格承诺方面的这个谈判，那么这就说明呢。 欧盟有可能在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对已经生效的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措施呢进行调整，比如说呢取消目前的反补贴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告诉深圳卫视，预计此次中欧谈判除价格承诺外，还将就中国车企在欧洲进行投资进行谈判。相关谈判的目的依旧是寻找新的替代高关税的解决措施。 加上一个有关宏观上面的竞争原则的谈判，就是这个中欧之间的这种贸易争端，就是可以用一种原则性的，就是可以讨论这中欧之间到底用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包括怎么样去解决这相关的这种竞争冲突问题。 外界注意到，自9月20号以来，中欧技术团队围绕电动汽车贸易争端进行了8轮谈判，但没有达成一致，原因是多方面的。石小丽对深圳卫视分析，欧盟此次派官员赴华谈判，体现出中欧双方存在谈判空间，但最终结果仍难以预料。至于是否能够达成欧盟满意的价格承诺方案，或者是什么时候能够达成双方满意的一个谈判结果。 现在呢还很难下定论，尤其是呢美国即将进行大选，那么大选的结果是否会对中欧之间的这个电动汽车反补贴价格承诺谈判产生影响，也是很难预料的。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中方建议国内汽车制造商停止对加征关税的欧洲国家进行大规模投资，例如暂缓在这些国家建厂，并鼓励投资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对此，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对于中欧汽车产业互利共赢的正常经贸投资合作，中方一直是支持和鼓励的。中方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坚持市场导向，立足充分竞争，与相关国家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多种方式开展电动汽车产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致力于绿色低碳转型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法国在欧委会投票中投下赞成票，但外界注意到，在仲裁生效后，法国贸易部副部长索菲·普里马斯被曝计划下周访问中国。他宣称要向中国讨说法，讨论中方对白兰地征税以及针对欧盟乳制品和猪肉行业展开新调查等相关事宜。法国呢，你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或者没有根据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法国的这种说法呢，它那不可能你这个以一种不合法的诉求，然后又来个对你事实上对中国市场造成冲击的这种行为进行这种辩护，这两者都是不可接受的。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白兰地生产地区，其中对华出口的白兰地产品几乎都产自法国地区，像宝乐利家、人头马君度等白兰地都是畅销中国市场的品牌，利润可观。法国干邑地区的白兰地生产商、葡萄种植者等从业者一直反对欧盟对华加税立场。We feel like we were sacrificed knowingly because we had the chance to explain several times what the impact of this potential taxation would be on our sector. France and Europe made this choice, and we can see that they're not hearing our demands and are willingly playing with fire. Those who took the decisions should own up to them, and we will not accept suffering in silence. 除白兰地外，以法国为代表的多个欧盟成员国的猪肉、乳制品行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很高。今年6月，欧洲行业高管和分析师分析认为，对于欧洲多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宝贵且重要的猪肉出口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其他市场难以销售的特殊部位，中国市场几乎是唯一的销售对象。若中国限制从欧洲进口猪肉，欧洲猪肉行业将面临噩梦。观察指出，欧方的关税措施受到了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关税战是损人不利己的。有学者研究了自2018年美国对中国13项关键技术产品实施关税战以来，中国企业在这些产业领域的竞争力。结果显示，美方6年的关税打压、出口管制和金融限制效果适得其反。在电动汽车和锂电池等5项关键技术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极大增强，目前已经跃居全球领先地位。而在另外7项技术领域，中国企业也加大研发投入，追赶的势头十分强劲。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来在乌东及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军队是双线吃紧。乌总统泽连斯基承认，乌军在一些地区正被迫撤离，而俄方宣称击毙4名美加等国雇佣兵，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已知在俄境内阵亡的第一批西方雇佣兵。过去1天，俄军继续在乌东地区发起猛攻。俄国防部3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147个地区打击乌军有生力量和装备集结地、军用机场的基础设施、油库和弹药库，击落67架无人机。当天，俄军控制了2个定居点，分别位于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更重要的是，俄军表示已经占领了乌东关键城镇塞利多维，这意味着俄军距离攻占波克罗夫斯克又近了一步。事实上，俄军近来一直在尝试占领波克罗夫斯克，该市是乌东地区的重要后勤枢纽，而塞利多维位于波克罗夫斯克东南约18公里，是乌防御的重要集结地，也是顿涅茨克地区唯一仍在乌克兰控制下的煤矿所在地。此外，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塞利多沃地区。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了在乌东地区面临的困境。他表示，乌军之所以在一些地区被迫撤退，主要是乌俄兵力相差悬殊，比值达到1比8。据悉，为了填补兵力空缺，乌克兰30号宣布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动员，再征召16万人入伍，预计将在3个月内完成。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发布战报称，乌军对俄军11个人员集中区实施了打击，在位于顿涅茨克的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击退俄军42次进攻。乌军摧毁了俄军8辆坦克、29辆装甲战车、40架无人机。应该说是在过去2个月以来呢，乌军在整个战场形势上是非常的被动的，接连丢失了多个战略要地。俄军现在其实他在下一步的推进上呢，其实就可以有多个选择。一是呢，继续通过包围夺取波克罗夫斯克，还有就是在这个夺取乌列达尔之后呢，向扎巴罗热前进。乌克兰今年在乌东一直处于劣势，为扭转不利局面，在8月份越境攻击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然而几个月下来，外界发现乌克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表现也未能达成目标，也就是迫使俄军从乌东前线撤回主力部队。
在库尔斯克，俄军已开始反攻。除了边防部队、雇佣军以及义务兵，俄军还投入了众多精锐部队。有分析指出，对于乌方来说，现在如果轻易撤退，政治上和军事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无法承受。随着俄军反攻的到来，乌军也调兵遣将，继续往库尔斯克方向增兵。据乌特种部队指挥官此前透露，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兵力已经增至14个旅，并且有大量外国雇佣兵加入战斗。